那作为大恐龙萨拉斯的副官，丧尸呢有着自己的野心；作为胸甲部队的队长，他也有着强大的实力。这样一位充满魅力的角色得以以众筹的规格出现在我们的眼前，是一件十分值得高兴的事情。然而这次的单体呢，却充斥着各种各样的遗憾。作为煞星的主体部分，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位狂派优秀的战士。虽然现在担任的是副官，但他的实力是大恐龙萨拉斯大帝也害怕的 No.1。他盯上的博派一定会打倒响彻银河宇宙的勇士，威胁的男人莱昂萨克丧尸。理解热爱，分享快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本期的鲨鱼分享，我是鲨鱼。本期呢开始分多期视频给大家介绍咱们这个众筹煞星的完整视频，因为考虑到可能之后呢大家还要查阅这个相关的变形过程和决策，所以咱们干脆就分它个多期啊，这样也不必呢时间长的都爆炸了。本期就带来这个胸甲部队的队长，我们的丧尸。首先呢必须要感谢我的这个好朋友奥斯卡哥，将这套众筹煞星呢是寄给我拍视频。因为我本身这个经济原因本来是玩不到的，但是奥斯卡哥人直接把东西就寄给我了。不仅如此啊，人还是原价寄给我的，不仅是原价，而且还不着急要，就有了这样的这个视频啊。此时此刻呢，什么感激的话语，我相信都是苍白的，只能说我收到的时候啊，激动的这个是喜极而泣。所以说这几期视频呢，自然也就是分享这份喜悦。话不多说，咱们直接来看众筹的包装。由于众筹是作为合体它统一发售的，所以包装盒呢，我们就在队长这一期直接看了，很大的一个包装啊。正面呢是龟多龟迪老师专门绘制的插画，这样的姿态和光影，光是看着这张图呢就帅飞了。尤其是这个压迫感的体现啊，煞气逼人。那底部的几位成员呢有独特的头像，也是表明了产品的出处是胜利之斗争。那我们仔细看一看啊，这次的产品呢竟然还归类到了传世的产品线里啊，也就是说肯定呢是少不了一些经典线风格的这个 Evil Fusion 啊 ，Evil Fusion 这个融合了。算是给咱们打了这么一个预防针。那侧面呢展示了6位单体成员和他们的载具，背面是我们被孤立的王蛇，另一侧呢则是紫色烫金的变形金刚 logo， 里边呢几个盒子分别是装了各个成员和他们的支架配件。包装盒作为众筹产品肯定是比较有收藏价值的，很好看，到手呢肯定也是非常有满足感啊。那如果你也想一起交流收到玩具的这种喜悦，欢迎加入我的聊天群，一起聊玩具，期待你的到来哦。说明书呢作为众筹了，自然也是全彩印刷，一整本呢，整体流程呢也是印刷的比较精美，不过还是存在一些步骤绘制错误的情况，这个属实又不太严谨啊。不过不影响咱们玩啊，不影响。接下来看看今天的主角丧尸。那么在胜利之斗争当中呢，虽然也有这个设定图，但实际作画的时候，时常是为了画面表现力呢，对人物的这个身材比例做了相当多的美化，这也是日系作品通常给人感觉很有张力的原因。如果我们再拿着设定图和玩具来查比较呢，那很显然它是没有参考价值的啊。所以本期呢，我们也就不这么一板一眼对比着来了，主要呢还是关注到玩具本身和角色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气质。首先丧尸的配色呢，我个人就比较喜欢啊，有一种薄荷冰激凌的这种清新感，整体的身材呢还是比较还原设定图的。但是咱们刚才也说了，那设定图的参考价值呢也不大。动画里呢肯定是非常美型的，玩具相对而言呢就非常传世了，哈哈哈。这个浑身的细节量，个人觉得倒是蛮克制的，不会很喧宾夺主。很显然呢，也是在整体的表达上更加偏向动画的一种质感。各个面来看一下，也不算是很累赘。头雕整体的这个比例，比起一般的人物呢，我感觉是要小上一圈，不过放在身体上呢，反而是有一种很伟岸的这个视觉效果。面雕呢用了这种动画质感的白色漆面，效果还是很帅的。不过听说呢也有很多人中奖，瑕疵率比较高。狮子的这个帽檐也给面部增加了一点阴影，效果不错。作为胸甲部队，自然也保留了它这个胸甲的玩法。你可以通过这个5毫米插孔呢把它拿下来啊，其实个人感觉不算是非常美观吧。人物的胸口呢还会留下这么一个洞，可以看到胸甲底部呢也是有细节刻画的。拿下去之后呢也不会显得太空，翻出枪柄的胸甲就能变成一把手枪。不过这个效果啊，真的这堪比几万老玩具了，实在是太短了，海之宝太短了啊！动画片里确实也是这样一片枪啊，但是枪管没有这么短啊，拿在手里真的就显得非常的 Q 啊！而且前端呢，因为是活动的，所以也压根儿就没有给你插特效键的位置上。这谁能看出这是把枪啊？不过让我觉得最难受的部分就是手臂的造型和这枪啊还是有干涉的。你插下去的时候呢，实际上是握不到底啊，或者干脆呢就朝地射击了，把后面的这个狮子头掀开呢，能稍微避免一点这个情况。作为枪呢，这个配件整体给人的感受是挺难受的啊。
视觉和把玩上都有限吧。进行简单的变形呢，也能变成这么一个小狮子。不过这个狮子和动画里这个帅气的作画呢，也很难对比啊，就还是接近鸡万玩具的样子，只能说挺萌的啊哈。这个手臂内侧呢，因为变形收纳的关系也没有盖板，不过全身的其他位置也都挺扎实的，没有一般地级啊，肯定要给你一点明显的空洞，也算是体现一点众筹的这个特殊待遇，尤其是这2条腿。那小腿的造型呢，比较的粗。感觉到这个下盘啊，整个人都变宽了，脚板呢也十分的大。不过其实动画和摄像图里呢，这一点还真的就存在啊。旁边呢还挂着为了合体遗留下来的这么2坨累赘，这个处理也真的就太突兀了，完全没有做任何的隐藏。那背后的载具翅膀呢，像动画一样啊，可以斜打一格，这样呢看起来更还原一点。玩具的接地呢是只有前脚掌这种假接地，那只能在造型上一定程度的接地。玩具的背面呢又没有额外的支撑，所以正常情况下这款丧尸的稳定性呢也是有一点堪忧。如果要摆姿势的话呢，甚至得靠侧面这个合体关节的这个瘤子啊去做一点支撑。那不过能支撑呢，好在是比不能支撑啊那是强得多呀。视频录到结尾啊，发现自己没录可动的部分。那这个必须得补充一下，因为这个玩具呢，它的可动还真的是有点说头啊。首先呢，球冠后面没有封口，所以有一个非常大的飞行一样的这个抬头幅度。那么左右转呢都是360度，没什么问题。低头的话，你需要把这个前胸甲和后胸甲的这个变形结构，不能叫后胸甲，后背甲全解开，然后就能把这个头呢低下来这么一点。不过也就借这个拍照的角度吧，比如说这期的封面就是这么拍的。实际上，你要是这么摆呢，你从顶上一看，贼穿帮啊！手臂的可动性呢，相对比较常规，平台的话呢，有一定的限制。那向上抬，包括正常的玩是没有问题的。如果你一定要向后摆呢，那你会看到它有一个卡扣啊，在这边是有一定干涉的，还是需要把背后的这个背包打开，才能解锁更大的这个可动幅度。包括如果你不打开背包呢，这个腰也转不了啊。把这个背包打开呢，它的腰才能转啊，至少这是能转吧。那再看这个裙甲啊，可以向上打开，这个腿啊就特别逆天了。首先呢，你看这个前台啊，大概最多撑死说这是45度，应该不过分。但是它这个前台呢，受到这个零件的影响，它侧台呢，你看着也没问题。但你只要一玩，它前侧台就是你自由的一个把玩角度是肯定会磨损到这个零件，或者是去干涉到的。你硬掰呢也行啊，但是就看你心不心疼这玩具吧。像你可以看到我这个是有一点磨的啊，正常玩都是会磨的。膝盖呢它是有一个正常的屈膝，包括这个膝盖小腿的平转，但是它也是有一个左右脑互搏的设计啊。你可以看到它的小腿和大腿本身没有独立的这个平转关节，靠中间的这段呢，只要你屈膝了啊，它这个造型呢就会和大腿锁死，你就转不了了。哎，这个真的是2026年能看见这个变形金刚有这样的设计，这单纯就是不用心啊！啊，这个脚呢倒是这个假接地啊，还是刚才说的这样往下折，然后后面这个合体的零件呢，作为一个脚跟儿啊，作为一个脚跟儿，总之这可动性啊，说难听点儿，这个上半身呢还算不错，还算不错，下半身这个设计。你能给他找到什么借口呢？我是想不出来有什么借口了。视频录到一半啊，本人还感冒了，真是无语了。那我们就继续来看这个配件吧。配件呢，它是附属了6套啊，我现在屏幕上面的这个电磁标枪啊，或者你可以叫它电磁棍都可以。那么这些零件呢，也是可以自由的组合啊。动画里的作画呢，也比较随性。不过这个武器在动画片里，这个威力看上去真的是挺厉害的。跟史达打的时候呢，经常是一戳一个空眼啊，就感觉很疼啊。哪怕他们是机器人，是吧？造型呢做的是比较尖锐的。这里就明明你可以做这种长武器啊，不知道平时海之宝这个5毫米插口那些短柄啊，到底在装糖啊，还是在干嘛啊？虽然说这个是众筹，对吧？但是那实际上大家都不傻呀，这也是传世的产品。既然能做长，对吧？就不要做那么短，是吧？那配件呢，还附属了3个大地台啊，主要是给这个合体之后的形态用。那我们先演示这个单体的用法。首先呢，它可以去搭载它所有的配件，然后它也可以去让丧尸呢跟它进行一个搭载啊。当然，这个前提条件呢，就是你得把这个背包先解锁开啊，不然呢直接装还有干涉。背包打开之后呢，通过这个滑槽一滑进去就完事儿。同样的道理，飞机形态也是可以。等下我们再演示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直接来进行的变形。因为害怕这个零件之间呢产生不必要的摩擦，所以一般我在变形之前呢，都会把这个胸甲先摘下去。
这里注意，在贴紧身体的同时呢，将手臂和背包内侧的卡扣结合。变形难度呢，想必大家也看出来了，就是个1趴变形的。其实基本上收一收呢，跟核心机也差不多。不过好歹呢是有起落架的，对我个人而言还算是比较还原动画形象。不过露出的胳膊、脚部和累赘呢也就没得藏了啊。不过胳膊的话，动画里好像也有类似的这个表达，反正是这么一坨一坨的。胸甲战士呢，个人还是变完形之后再给它装回去，不容易出问题。飞机的原型呢，应该是 F14熊猫啊，我没打错字啊，我以为说错话，不是潘达啊，是雄性的熊猫，应该也是《壮志凌云》里的主角机。这种飞机可以通过展开机翼来提供更多的升力。也可以通过收起机翼呢来减少空气阻力，从而飞得更快。动画里呢，这个尾翼也有一些斜向的画面啊，可以自行的进行调整。当然，我不是这个飞机领域的专家，如果有了解的朋友呢，欢迎在评论区里给我补充啊。飞机的整体造型和涂装呢，其实还是很好看的，也算是一种很独特的飞机了。配合变形结构呢，让它多了一些玩点，其实还是能让我一定程度上包容它外形上的一点遗憾。那么附属的这个支架呢，就可以在飞机形态下也进行同样的搭载了。这里有个滑槽啊，只需要呢滑进去，跟人形呢是一样的。安装好之后呢，真的就有点那个军模的意思了，看着还是挺像那么回事儿。我还是比较喜欢支架的这个配置。总的来说，作为众筹产品呢，它的价格是远远的要高于一般的风范的变形金刚产品的。但是实际的把玩体验和设计呢，你也说不上它多么的精进啊，只能说在这个涂装啊或者用料上确实是扎实了一些。不过像丧尸这样的角色呢，它光是能出啊，通过众筹也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个角色，也算是不错了。那剩下的成员呢，我们之后更新，包括合体的煞星。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我的内容就请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，你的支持是我更新最大的动力。理解热爱，分享快乐，我是鲨鱼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